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的鼻子堵塞更严重了，所以我的鼻音可能更重，请大家原谅啊。我们接着上期来翻译能源观察集团的主席汉斯·约瑟夫·费尔去中国参加上海光伏与智慧能源展览会，并借此机会参访中国其他地方，给他带来的震撼。用中国人话说，他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中国的城市干净、安全，没有街道噪音，到处都是绿色。在其他方面，我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在杭州这个人口约1200万的城市，我可以在市内一条交通繁忙的大马路上的酒店里开着窗户睡觉，即使在晚上也是如此，没有嘈杂的摩托车或柴油公交车的噪音，空气良好。10多年来，所有的两轮车都是电动的，默默地与骑自行车的人分享宽阔的自行车道，通常与机动车道是分开的。许多人甚至利用城市中的自行车道进行骑行运动。公交车都很安静，因为它们是电动的。德国知识补充，像我自己以前提到的，德国的电动化交通远远不及中国。这次由德国能源观察组织的人士到中国进行直接体验对比了。那些说我贬低德国的恨国党或1450们，现在应该可以闭上臭嘴了吧？实际上，在德国或中国大陆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有看见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用隔离带分开的情况，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共用同一车道，所以危险系数很高。至于电动两轮车及电动公交车，在德国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只有零星电动公交车，或者说根本还没有。电动两轮车也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这么说，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只是在喊口号，而中国已经默默在做事，而且已经10年了。当然，在德国，因为大家总体来说极少按喇叭，在主街道可以开窗，这大概也是可行的。我们接着往下，据估计，大约40%的汽车已经是电动的，几乎所有的出租车都是电动的。这可以通过绿色而不是蓝色的车牌来识别。近年来，作为城市连接的地铁和高铁已经大大扩展，它节省了中国国内航空交通和城市的私人开车。自己驾驶汽车需要支付高昂的城市通行费和停车费，电动汽车只是部分豁免。因此，向交通生态化转型的许多要求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得到落实。所有的街道都绿意盎然，有大树和修剪整齐的花坛，每个空闲的地方都种植了绿色植物，各地的园丁维护这些植物，并获得公平的最低工资。在上海，人口4000万，我看到的一切都完全一样，绿色的城市，干净的空气，街道上完全称不上有噪音，与我2002年第一次去上海时经历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上海的空气污浊，城市充满噪音。在包头，电动车还没有那么先进，虽然所有的两轮车都是电动的，但几乎还没有电动汽车。但在这里也有完整的郁郁葱葱的街道和树木，尽管包头位于沙漠地区。数字化也已经完全渗透到生活中。我一定是一个罕见的来自落后世界的异类，甚至在咖啡馆里还用现金买单。作陪的中国女士惊讶地拍下了我的零钱，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可观赏的场景，因为她从未见过2019年已经推出的这种1块钱的小硬币。为什么德国在生态化经济中被甩在后面？任何人像我一样，在2000年左右第一次来到中国，经历了那里的赤贫、空气污染、污垢和噪音。现在看到大城市中清洁能源和繁荣的中国，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令人难以置信的直线增长，只能让人感到惊叹不已，至少在这个国家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德国仍然有燃油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和街道噪音、嘈杂的摩托车，没有大城市之间的新修建的高铁，这样可以减少国内航线，没有太阳能工厂和垂死的森林？为什么在德国贫富差距在扩大？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赤贫？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业在过去20年的快速扩张，恰恰发生在德国由基民盟
基社盟总理默克尔执政的时期，德国太阳能产业的衰落恰好与中国这一扩张时期相吻合。德国之士点评，这位作者是德国绿党的一名政治人物，大家看到了吧？这时候西方选举制的甩锅术来了，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时不是德国绿党执政，所以都是当时的执政党的错。可能若干年后，别的执政党也会甩锅今日执政的德国绿党，这真的是太普遍了。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联邦议院警告过的人。政治上强加给德国太阳能产业的不景气，将导致德国失去这一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这恰恰已经发生了。在德国和中国之间也有过一个重要的成功的法治对话。我在联邦议院任职期间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中国从德国的法律体系中采用了一些东西，包括可再生能源法。在德国，在默克尔、加布里尔、罗斯勒、阿尔特迈尔等人的领导下，德国知识补充，这是上届德国政府几位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好，我们继续往下。可再生能源法的有效性被大量削减，转而采用招标方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固定上网电价这种可取的基本要素被保留下来，直到可再生能源能够在电力市场的次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巨大的露天可再生能源系统。因此，我认为我们德国也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如何推进生态和减贫。当然，我是自由的民主倡导者，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倡导者。个人自由和尊重人权对我来说最为宝贵。德国知识点评，在过去我也说过，目前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非常严重，从这位绿党人物的表述来看，也恰好证明了我的观察完全正确。即使这时他还认为他理解了所谓民主自由更为重要，但是他却不会反思为什么被他们妖魔化的所谓独裁能创造出他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的先进场景。既然所谓民主自由那么好，那为什么做不到中国这样的绿色环保呢？我认为他完全没有去反思所谓的民主自由体制中是否有某些弊端。我们继续往下。但是欧洲陷入越来越保守、民粹主义和极右翼的政治，同时阻止气候保护、快速增长的清洁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的转变，这对我们是好的吗？最终，欧洲将不再能够在经济上跟上中国的步伐，而我们都将在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的共同遭受全球变暖的灾难。特别是德国的来自化石行业的企业老板们，以及来自基民盟、基社盟和德国自民党的政治人物，应该赶快前往中国，学习如何在经济上提升零排放技术。这对气候保护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不是在这里攻击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系统。为此，加快步伐是绝对必要的。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公司的惊人增长将使德国经济由西门子、大众、巴斯夫、莱茵能源等化石能源主导的经济变得非常困难。新的中国公司正在迅速占领零排放技术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发电、交通、供热、存储、数字化、机械制造和农业方面。德国企业可能很快将继续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大大失去其重要性。现在我们来看看读者们的评论。这位读者引用作者的原话，当然，我是自由的民主倡导者，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倡导者。个人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对我来说最为宝贵。然后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前后矛盾呀！文章中所赞扬的所有成功，都是在西方被称为共产主义独裁的这一政策的结果。相反，那些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却无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如环境破坏、医疗保健的衰败、大规模通货膨胀等等。”下一位，这位读者写的比较长，是对比中国与德国的。本人觉得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道听途说，甚至有的有夸张成分。就是说，他有的地方把中国说得太好了。他说，这是关于优先事项的问题。谢谢你的文章。中国在过去20年里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种发展是稳定的，
因为它被赋予了时间。关于中国的可耻的政府形式，在中国，你可以毫无顾虑地按时使用公共交通，即使是在晚上。在德国这里则不然。在中国，工人们在55岁时就可以有尊严地退休，并得到良好的照顾，在这里则不然。在中国，如果病人好得快，保持健康的时间比较长，医生就会得到更好的报酬和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里则不然。在中国，法律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尽管利润极高，但没有在研发和教育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每个人都必须向当局举报，这就是为了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在这里则不然。中国吸引并支持全球投资和创新，我们不这样做。中国不对他人进行道德说教，我们不这样做。中国以廉价的价格获得原材料，我们却不能。还有很多事情，中国有耐心和冷静，所以做得更好。说到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保持这个地球的宜居性。而在我看来，中国的方式比我们的更合理。我很愿意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主要是他们良好的治安和卫生系统。但到了60岁，我不再满足他们的语言要求，我学不了中文，太可惜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确实可以从当下的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西方数十年的邪恶的中国人的宣传，可能已经到处留下了痕迹。下一位，这个帖子是讽刺吗？下一位，我与中国有25年的工作和私人之间的接触，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大约20年前，我的公司在那里建造的头2家工厂，只能通过比土路稍微好一点的路进入，饮用水很浑浊，电力的供应无法预料。现在那里看起来像美国洛杉矶最著名的日落大道，而且一切都整整有条。如果您把这看作是讽刺的话，那就请便吧，我无所谓。下一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逃离中国。下一位，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何在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而征服世界。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并且能够建立起金砖国家自己的贸易货币，那么我们将真的看起来很失败。下一位，如果不是因为劳教所、间谍活动、酷刑、活摘器官、丧失能力、缺乏权力、反民主等等，中国将非常光鲜亮丽。我更愿意过一种更肮脏但更自由的生活。下一位，但是进度快和西方对民主的理解从未一起出现过，即使作者公开承认是后者的朋友。下一位，非常精彩的文章，并对作者表示感谢。这些都是有趣的事实，特别是关于城市的绿化和树木以及沙漠的重新造林的主题。还真是这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种3棵树。这也是我希望在我居住的汉堡看到的情况。在汉堡或周围地区将增加540万棵树。但我在汉堡看到了这个消息，去年有816棵道路的树木被砍掉。我将把这篇文章转发给汉堡市长。下一位，这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是广告小册子的摘录。除了对人权价值的简短强制性提及外，我不记得 Telepolis 的任何文章中，作者对一个话题写得如此花哨和不加批判。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的核能扩张，也没有提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然而，我本人认为的亮点是，即使是原定的最低工资，也被当作公平兜售给我们。任何了解中国大都市生活成本的人都知道，在那里靠最低工资是无法维持生计的。毫无疑问，绝对数字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5的国家来说，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德国知识点评，可能这个人忘记印度这个国家了吧。下一位，人们现在正疯狂地寻找在西方生产光伏模块的方法，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制造的模块更好更便宜。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遏制光伏模块的销售，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光伏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拯救气候。好吧，我们都有共同的大气层，如果中国不卖给我们光伏，它将伤害自己，因为它将和西方一样感受到随后的气候破坏。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人物认识到这一点，不会把光伏作为经济武器。下一位，中国也用俄罗斯的能源生产更便宜的太阳能组件，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模块已经包含了违反制裁的内容。而一旦我们独立于中国，太阳能模块肯定会在树上生长出来。下一位，回应西方的光伏模块生产是无稽之谈，但这样一来，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都会受到制裁能量的困扰，大家将不再允许从中国购买任何东西。很久以来，我对这个制裁迷宫就不感兴趣了，特别是因为我们可爱的民主制度早已变得陈腐，我更愿意集中精力于全球变暖以及与之关联的从属问题。下一位，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一直一种敌对的方式，他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和即将上任的总统也是如此。目前，欧盟和德国紧跟美国后面。作者问了为什么，并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在西方，少数富人的利益比许多非富人的利益更重要，或者用现代话语来说，政府受制于股东，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感谢你提供的关于巨大沙漠绿化的链接。当郑国恩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可能会发起一场反华运动。中国破坏了独特的戈壁生态。德国主流媒体将以极高的热情跟进。德国知识补充，这里我想给那些不太熟悉郑国恩这个人解释一下，郑国恩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德国人自取的中文名。由于他与西方相关国家炮制了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此人以及德国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已经被中国政府制裁。郑国恩其实是个神棍，大学的专业是神学，当时可能修过汉语课，但立场特别反华。后来此人移居美国，可能与某国一拍即合吧，于是此人就被西方相关国家及媒体捧为中国问题专家。他炮制的东西无需任何证据，只被圣旨一样被引用，这样来给西方及相信西方话语的其他国家的人进行洗脑，当然是为了有更大的反华民意基础。大家千万别小看西方媒体的洗脑功能。下一位，宣传文章但隐瞒并无帮助。是的，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可能是好的，但他们在进行更多的创新，以保持整个系统的运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太阳就没有电力。截至2023年1月，中国计划在未来8到10年内有47个核反应堆投入运行。在全球范围的比较中，中国在规划最多的核反应堆，其次是俄罗斯和印度。是的，这就是创新和能源安全。如果你看看即将到来的停电王国及德国这个香蕉共和国，你已经可以看到差异。在这里，大家更喜欢使用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并且因电动汽车和热泵对电力的需求将增加。在这里，物理上不可能成功。这里的绿色宗教信徒们都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下一位，德国可以向中国申请发展援助了。下一位，这将很快发生。就建设核电站而言，情况已经如此。如果没有中国人，芬兰人将永远无法完成奥尔基洛托核电站。如果没有中国，西屋公司将无法完成其 AP1000 的开发。毕竟它的前4个正在运行的机组都在中国，而西屋公司实际上想让中国人在美国完成机组，以控制成本的增加。下一位，是因为共产主义体制吗？人人都在谈论的自由民主何时会到来？可能是在下次瘟疫大流行之后。就像上次大流行带来的对自由的惊人推动，至少对那些用力把示威者打到可以住院的警察来说是这样。我宁愿拥有中国的东西，例如在那里，我们的宪法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被完好的执行。在德国，没有人敢梦想着有人会遵守宪法，尤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把自己粘贴到街上的原因。当拥有权力但同时自卑的穿着制服的如暴力罪犯的警察对半大孩子进行报复，并在镜头前折磨他们时，狗杂种们用土耳其外交部长的话狂热的欢呼。下一位，
如果你首先站在德国国会大厦前，举着打倒社民党的牌子，然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举着打倒共产党的牌子，你会很快注意到德国和中国民主的不同。请用各自国家的语言。我们会在这个论坛上想念你，注意按照相反的顺序，可能需要多花10年时间来学习，但最大的好处是：一，你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新东西，以及二，事后你可以在 Lance 的节目上谈谈你的经验。下一位，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喜欢中国共产党，而如果我在德国国会大厦外举着牌子说社民党如何如何，我就会被警察殴打和逮捕。中国1-0胜德国，像大多数情况一样，我并不为你感到遗憾。你对民主的理解如此之少，你只是被西方进行了大脑操纵，你已经无可救药。中国称之的共产主义比你所谓的民主要好得多。下一位，德国和欧洲的迟钝是政治决策者们头脑迟钝的结果。例如，在黑绿色的失落的时期，没有人预测如果新安装的光伏设备呈指数增长，入网电价将导致什么电价。上世纪2000年代，展览会上疯狂的太阳能派对表明入网电价太高。当默克尔政府在2008年扭转局面时，他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为补贴设置了上限。进一步扩张现在成了政治和官僚的玩物。结果，当德国太阳能公司集体破产时，才讨论对中国光伏模块征收关税时，已经为时已晚。我们制定政策的反应时间实在太长了。此外，除了做绿色梦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实施的总体规划。所以，在这个半吊子的民主国家里，一切都离完工遥遥无期。好了，朋友们，你们看，我的鼻子现在完全堵住了。那么就到此打住吧。你们觉得德国读者们的评论如何？觉得他们对德国当下制度的反思及对政客的失望有道理吗？在读者评论中，貌似清醒的声音比基于意识形态的发言要多一些，对不对？